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要讲一个新的小专题，叫做纸对幂比较大小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啊，就是这么短的一个式子，它有什么难度吗？有什么含金量吗？别看它式子很短，但是它应用的东西啊，却是你不容易想到的，它非常的有难度啊，有些问题非常的有难度。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。A、B、C 谁大谁小呢？你不要试图去估计它的值啊，比如说8%大约等于多少？3.14除以8，我算一算，不是的。我们并不想知道它约等于多少，它们谁大谁小也并没有什么意义。那为什么要比较大小呢？我通过比较它们的大小，我要把什么各种单调性啊靠到函数上甚至这个引入中间量放缩呀，把各种知识你要运用的纯熟。好了，大家先看一下，这个 a 它等于 log 以3为底根号2，我可以先把它化简一下。log 以3为底，它是质数还好，根号2嘛，我就不太喜欢，它就变成2的1/2次方1/2倍的1/2倍的 log 以3为底2。那我到这儿还怎么办呢？它跟谁去比呢？我想把它和 b 去比。b 呢，它是8%，那我这个式子肯定是派是不能出现的不能出现8%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找一个，我经过变化之后找一个数和8%比较接近，也就是我要引入一个中间量。怎么引入？好，这个时候大家就看。我先考虑ln8，我为什么要引入ln8呢？因为8和2有关呢。8它不是2的立方吗？所以它是不是可以写成3倍的ln2了？3倍的ln2，它就小于，也就是 ln8 它是小于 ln9的。log 以1为底，底数大于1，单调递增，它的真数比它大，所以 ln8 是小于它的。而 ln8 就是这项3倍的ln2，所以我就得到3倍的ln2是小于 ln9的。ln9呢，要把它写成质数，它又可以写成 ln3的平方，平方拿到前边来2倍的 ln3。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3倍的ln2小于2倍的ln3，然后我心里还知道，我知道啥呢？ y 等于 ln x，log 以1为底，底数大于1，穿过10单调递增。只要我的 x 取大于1的数，它一定就是正数。你看 ln2是正的，x 取3 ln3也是正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再继续变成 ln2除以把 ln3除过来，反正它是正数，不等号方向不变，把3除过去，不等号方向不变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换底公式？同底的2个对数相除，换底公式，它就是 log 以3为底2。你看我是不是构造出这个了？它是小于2/3的，那么1/2倍的 log 以3为底2就小于1/2乘以2/3，就小于1/3，它就是这一项，所以这一项就小于1/3。这个时候我拿1/3和8%比，大家想一想，1/3和8%谁大谁小呢？
给它通分吧，都变成24，它变成24/8，它是24/3派，派是3.14乘以3，它是9点多，所以它要小于它。而它是谁呢？它又是 b。所以同学们看，简单吗？很难的啊！如果你没有把题做到量，你没有把题做到量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类型，当你看到一个陌生的题，你就可以往这儿想一想，往那儿想一想，你终会有好多路可以尝试。如果你没有做过很多，没有见过很多，你看到它的时候，你就会完全的茫然。所以老师给大家做各种经典的题型，那么让你见多识广。当你遇到题的时候，我也尝试着引入中间量。所以做到这儿，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a 小于 b， 我已经得到了 a 小于 b。好了，我开始排除 a 小于 b，a 小于 b，a 小于 b，a 大于 b， 所以就排除了的，是不？还差一个 a， 还差这个 a、b、c 3项。接下来我就开始引入 c 啊，那 c 是什么呀 ？c 它是 log2。log2，我怎么和前2项联络上呢？我怎么和 a 联系上，和 b 联系上呢？我就给它换底，我换成 log1为底，这就是 log2除以 log10，log 就是 log 以10为底嘛，所以它是 log2除以 log10。log2我不想动了。好了，我再看一看，我要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我要变成 log9。老师 log9哪来的呀？这是我引入的呀。我从这一步到这一步，分子不动 ，log9比 log10小，我的分母比你的分母小，我的分式的值就比你大。它分母大，分子一样。你分母大，那你就比人家小。那我的这个动作叫什么？我们把它叫做放缩啊！以后我不说它，我拿它说事儿。那它是谁呀 ？log2除以 log9，我就接着变成 log2，3的平方要把它变成质数。2倍的 log3，然后把1/2剥离出去，1/2倍的 log2除以 log3，2除以 log3，我好像见过呢。log2除以 log3，log2倍的 log2除以 log3，它就是1/2倍的 log 以3为底2，它恰好就是 a。所以它是等于 a 的。好了 ，c 小于 a， 我又得到了 c 是小于 a 的。我从这3项看 ，c 小于 a， 它错了 ，c 小于 a，c 大于 a， 所以只有它做到了 c 小于 a。于是这道题我们就选 B。好。这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子对幂的比较大小的问题啊，要进行了放缩，而且呢，我还引入了中间量，还使用了换底公式，所以这样的题是很复杂的。好了，这节课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，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。